大家好，我们这一组是以名称是客家特色社区，以花莲县吉安乡永庆村为例作为我们的主题。那在一开始，我们先大概讲一下，说我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主题。原因是因为我个人是因为我妈妈是在那个新竹县的山区当那个老师，所以她那边就是完全的客家的社区，就是客家族群那边非常的浓厚，所以我那时候就刚开始对客家感到那个新鲜，然后感到很好奇。那来到花莲之后，是因为那时候我们不是有那个新生宿营的时候，我才知道凤林是花莲的客家大镇。那时候，然后可是我没有那种他是客家人的感觉，因为那边感觉就没有新竹那么的浓厚。那我就想说，可不可以就是让东部的客家发展出他们自己的相关特色，然后不要让他只认为说到客家就只有新竹和苗栗，就让他知道说花莲其实客家族群占了一个很大的部分。我的话是因为本身自己是新竹地区的客家人，然后所以来到花莲的时候就会发现说，其实小小一个台湾东西部的客家族群的话，文化差异其实还蛮大的，所以才会想要了解，然后也希望可以借由这个机会可以就是可以发展出来不同与西部的客家族群、客家社区。那我们的大纲就是在花莲找出除了让大家都熟知的那个凤林以外的客家社区，并且以凤林作为参考，帮助当地保存和发展客家传统的民俗文化，然后让它成为另一个比较有特色的社区。那它关键字就是花莲县客家吉安乡永庆村，那加了一个特色社区。那目标上面呢，我们以寻找客家潜力社区，还有推广花莲客家文化，然后还有就是改善社区的活动和方向，还有协助潜力社区成为特色社区，是以策划或是企划的方式来帮助。那策划特色社区的相关事宜。那最终呢，我们是希望可以说从内化教育到外向推广，都可以达到社区凝聚，然后让他们能够自发承接举办他们自己相关的客家活动。然后我们会想要选说永庆村的原因，是因为那个我们后来查了一下，发现花莲虽然很多地方都是在客委会的那个都是客委会名下的那个特色社区，但是这附近的话比较有代表性的话，就只有吉安乡的永庆村，要不然就是凤林，所以我们才选比较近的永庆村来比较看看。然后我们时间表的方面就是我们在10月、11月就是那时候就是已经完成了大纲，那我们接下来到12月我们是以实际访谈，就去那边永庆村做调查，然后回到吉安乡的乡公所问到类似的资料。那还有同时这个月到1月，我们就是相关资料的收集。那最后还有就是11月到1月就是完成专题的企划，我们目前只有安排到这个学期而已。那在相关资料的，我自己也列了一些关键字，是希望以客委会，然后吉安乡公所，那社区总体营造也要考虑进去，还有花莲县客家族群的分布，还有东部环境和东部的生活形态和东西部的客家差异，这些是我们可能相关收集资料的方向，还有需要做的事情。谢谢大家。生活潮的一个自创品牌，那品牌的名称叫许许。那它其实是一个我们的一个共同的梦想，就是从壁纸，然后把我们4个人聚集起来。那其实我们共同的经验呢，就是我们都有修过陶工坊，那它是我们的一个交集。那其实我们的风格呢，都就还蛮
上镜的，就是属于比较精致一点，然后呢比较干净一点的那种陶。然后也因为这样子风格的理念比较相仿，所以呢我们确立的我们目标是希望可以从拥有一个品牌的商铺，然后从市集的摆摊开始，一步步朝这个创立品牌的梦想前进。那我们品牌名称叫许许，那其实许这个字呢，它就是很像是阳光洒下来那样的感觉，它是一个很温暖的字，就很像是清晨的阳光，或者是冬天的暖阳，然后或者像一杯咖啡那样子的香气。那因为我们想赋予作品的，想要让拿到我们作品的人呢，是有打从心里那一种感到很温暖的感觉，就好像我今天看到一个就是对我很有感觉的事情，然后呢会觉得从心里面暖暖的，然后会让人家嘴角上扬，忍不住会心一笑。所以呢，我们的 slogan 就是赢握在手心里的暖烘烘，就是传达一种从我们手里创作的陶，然后把那样子的意念去传达到接收者的心里。那关键字联想呢，就是陶瓷的生活产品，然后手做干净、精致、温暖，还有疗愈。那我们的产品定位呢，分为短程跟中长程。短程呢，我们现在会创作一些比较疗愈系的陶瓷的生活用品。那未来呢，可能就去结合一些其他的复合媒材。在短期的计划呢，我们会先确立我们这整个品牌的架构，再来是设计 logo， 然后呢，慢慢的累积作品量，也拟定一个交易机制，像是交易平台啊、运送的方式啊，还有作品的价格等等。那再来呢，就是成立 Facebook 的粉丝专页，然后就是就建立一个比较是基本的交易平台，然后还有成立，就是让我们的品牌还有作品有一个曝光的地方。那再来就慢慢的去前进市集，然后做一些摆摊的事前规划，还有训练。那中程呢，这边就是稍微打错了，它的日期是明年102年的2月到103年的2月，然后102年对，然后呢，我们接下来会有一个就是慢慢的累积作品之后呢，会希望能有稳定的一个产出，然后呢，慢慢的参加市集，累积经验，也定每一季的创作的主题。那未来可能会依照每一个时间、每一个阶段的主题去做创作。然后呢，也去知道顾客喜欢什么，他们的需求，然后挑选可能那一季的主打商品。再来呢，就是寻求寄卖点，然后还有我们贩售的通路，然后客制化，然后也建立我们品牌的一个辨识度。那长程目标呢，也希望能够拥有稳定的客源，和顾客建立就是良好的品牌关系。再来就是成立工作室，或者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品牌店铺。那未来可能也会代理其他人的个人创作品牌，就是成为一个寄卖或者是一个寄卖销售的一个地方。那这个呢是我们大致上的甘特图，就从这学期开始，我们可能就会先慢慢的建立起我们整个架构，然后呢最主要的是现在开始要有一个稳定的产出，然后累积作品量，然后慢慢的从市集开始，然后一直到延伸到最后形成一个很完整的成果报告。大概是这样，谢谢。研究当中，我希望能够做的是，那我的标题是重振花莲食艺产业与节能省碳的太阳能环保科技的设计。那在这部分呢，因为身为花莲人，看到以前风光，事实上已经在进出口上面已经次于意大利，所以在这样的风光之下，在大陆的突起，还有一些人才呀，还有人
我的关键字是花莲县10亿食材产业、环保灯具、节能省碳、太阳能、户外灯饰、食材浇水、岩石材料。那在这里面呢，我大致上这个目录呢，它会后面会加上页数。那以动机来讲，就是刚刚我所提，那研究的目的呢是希望台湾的花莲的产业可以再度提升。那当然是多一个就像猫岩石是让大陆来他们多的一个契机，多的一个生产的一个方式。那在花莲食材的探讨呢，我们以本土出产的食材，那在进采部分呢，就已经非常的难了。那再加上我们的透光性，石头的透光性它本身呢，如果要做灯饰，它是一个很重要。那石头的大小也会决定它所裁切的一个部分。那以花莲的石头，我们讲台湾玉来讲，台湾玉它的透光性是非常的美，但是呢，台湾玉它本身的磨损率非常的高，所以你今天卖出去这个东西，除非它在久了之后，因为空气中的一些锡啊一些东西，它也会慢慢的就会卤糊，就会不是这么亮。所以呢，但是打光之后，它还是一样会很美。这个部分呢，就是还有它的那个单价来讲是比较高的。那你要找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台湾玉来去做一个切割，这个成本实在是非常的高。那除非有人愿意去这样去做一个以金字塔三角形中上来讲，他们愿意去买的话，当然这部分还是非常好。尤其是目前台湾玉在花莲的那个夯的程度是非常好。那在进口食材加工上面，我会比较的去看好，因为呢，它是进口进来，像目前台湾的石头加工，它是进口食材，然后切割之后呢，以国外要求的，然后再出口出去。那我有访问了一个，就是从加拿大来的一个朋友，那这个 Tyler 先生他是说，在这个部分他们也如果说台湾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加工，利用他们的食材去做的话，他也不介意，但是他们的部门这不是他们掌管的部门，所以呢，他的食材我看过是在美伦工业区里面它是不透光的，那所以呢就不去看，但是呢，我还有在看另外一个，就是在18市场附近，不对，蔬果的一个就是批发的那个市场后面呢，事实上有一个阿姨，他们的公司在做一些进口食材，那他所做的不只是在于建筑食材上面，他还有做的是把它做成薄片，他也有做一个灯具。那这个灯具我有要求他说可不可以拍照，然后可以放在我的网上面，但是他说不行，因为这是商业机密。那他是弄室内的，他并没有考量说太阳能的部分，因为他觉得一个这么贵的石头放在外面很容易被偷走，所以呢，我想这个部分我也会考量它，因为能够做出来一般都是不是很大型，所以呢，在这个防小的部分，所以就会考量到。再来就是石头部分以外呢，太阳能的晶片部分我还是有在看的很多的部分。那这个太阳能呢，事实上可能会买一些成品，或者是问一些工厂，然后做一些订购。再来后面的是以它结合这两个太阳能晶片跟它结合起来之后，它们的灯饰呢，在日晒后或者是发亮之后，它的耐性跟它所能够持久的，还有灯蕊那个替换，然后甚至连粘胶部分，它在遇到热啊太阳之后，它会不会就失去它的一个粘着性，然后整个成品就是一个呈现一个非常粗糙或者一个非常让人家会讨厌或者是退货的部分。所以呢，在这部分我也会做一些考量。那在产品的品质评估，这就是一是那设计上面以简约来讲，那是基本上是以不透，就是能够让透光性、光源看到食材它的节理，还有它的一个颜色的美来说，那这样是结合 LED， 它会持久性比较高。那在量化跟品质还有品牌建立来讲，可能就是上次跟老师提的，就是
的计划是台湾布袋戏产业的观众开发。那么我们就是马上就是来讲动机。我们的动机主要就是因为现在布袋戏产业主要是面临客群老化减少的问题，不管是哪一种布袋戏都是面临的这样子的问题。那所以我们是认为说，我们应该要就是从这方面下手，就是要从不管是企业或者是消费者，企业可能看他们现在的行销策略到底是不是正确的，还有消费者到底喜欢的是什么，然后到底这两者之间的想法是不是有切合到的，这是我们要去探讨的。所以呢，我们从中可以归纳出台湾布袋戏的市场的特性，然后呢，从中给予一些布袋戏的表演团体或者是一些企业给他们建议和帮助。那现在大部分的表演，现在的布袋戏有一些布袋戏团体已经失去了部分的表演艺术的特性，所以呢，我们也觉得说，他们去做了一些比较文创的产品的时候，这些东西到底是不是符合现在人的需求，是不是符合现在人所希望看到的东西？那我们的目的。那么 ，OK， 那我们其实主要的动机就是想说，像台湾布袋戏现在，其实从中国有的移民来到台湾之后呢，台湾布袋戏也就跟着一起流传进来。所以事实上，布袋戏是跟着我们台湾人的文化一起前进，一起在跟着台湾历史一起前进的。那所以呢，台湾布袋戏在台湾的发展主要有分成古典时代、剑侠时代。皇民化、日治时代的皇民化，还有民国初年的金光，还有一直到现在的电视布袋戏。那这些不同的布袋戏都有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还有一些特色。所以呢，而且一直到现在，事实上传统布袋戏还是有在演出一些，除了皇民化的布袋戏之外，所有的布袋戏种它还是有在一直在演出的。那所以这些我们布袋戏都各具特色，各自有不同的魅力在。所以呢，我们想要了解说这些偶戏这些布袋戏他们共同的偶戏的特征是什么？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下手，让他们可以真的是展现出台湾人的骄傲，展现出台湾的文化。那因为现在就像刚刚说的，现在许多布袋戏，它的那个像传统布袋戏，它面临的一些雕刻偶师傅老化，还有一些技艺口技，还有那个操偶技术的一些传承的。出现一些失传，濒临失传，因为越来越少人要去演这些戏。而金光布袋戏就是大家庙口常看到那种布袋戏，还有那个电视上的布袋戏，也面临到通俗化，就是他们越做品质越差的情况出现。所以呢，我们认为台湾布袋戏已经存在在台湾数百年来，已经跟中国的布袋戏是截然不同的发展了。那我们要看到说。它现在的发展已经出现了一些瓶颈、一些问题，因为就像刚刚说的，一些资料都显示，台湾布袋戏的人口，观赏台湾布袋戏的人口已经慢慢的在缩减的情况，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这个研究就是希望能够找出方法，找到突破点，能够帮助台湾各类型的布袋戏有序发展。那就我们也会去观察国内外一些知名的偶戏团体。比如说，美国、法国、意大利和俄罗斯都有一些出名的偶戏团体在运作。那我们这些国家，他们的文化背景都各自不相同，而且他们的历史长度也都各不相同。所以呢，我们从这里面就观察到，那其实偶戏它着重的是它的特殊性，还有它的创意。所以呢，我觉得台湾布袋戏在这方面来讲是很有机会发展的。那要是我们现在再不发展的话，事实上崛起中的中国，它已经快要让他们的偶戏，他们自己的布袋戏和傀儡戏，已经也越来越有，他们政府也开始有在发展这些地方戏的趋势。那如果我们再不积极的来做的话，有可能就会被中国的偶戏给超越。那么，对布袋戏作为台湾印象，就可能就不再是台湾印象。康伟刚刚有讲到说，就是三个类型不同的传统三个类型的布袋戏，他们各有特色，他们的表演的方式，或是地点，或是道具，或是他们的演出的故事的内容，都有各自不同的那个特色。然后，所以我们是希望说能够找出布袋这三个里面，他们各有的特性，还有特色，还
消费者跟那个就是布袋戏的业者两边去探讨，然后衡量这样子，然后看他们是不是有一定的落差。然后这是我们的关键字就是布袋戏，然后观众开发、消费者行为，还有文化创意产业，还有文化商品。然后我们专题的进行的实证，就是在近期内就是先把所有相关的文献归纳整理，然后再另外一点很重要就是研究工具的了解跟选择，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要能用什么工具，然后我们不是说单纯的把问卷收回来，然后就看哪个多哪个少，是因为我们需要去一些比较分析，对，然后所以我们也需要学习一些研究工具，然后过来选定了以后就是订定一些变数的操作型定义跟那个问卷里面的衡量的一些问项，然后要根据一些近期的有效一些问项才这样子才有立足点，然后希望在寒假的时候能够进行第一次的问卷的发放，然后简单的做整理，然后再问一些人，然后问一些相关的人，然后看是不是这样子的问卷是不是有达到我们当初设计问卷的目的，然后下学期开始才是春季然后接下来问卷发放完毕以后，再接下来是专题文章的一些制作，谢谢。资讯，就我们这组的成员有黄玉婷、林君荣、朱玉轩、赖志婷还有唐继婷。那我们大纲就是，我们觉得现在的科技对我们固然是很重要，可是它也造成我们人与人之间的疏离。那我们希望可以改变的是我们现代人生活的习惯，然后我们可以重建人与人之间的情谊，还有我们希望可以连接大家生活经验，唤醒人们对于古早文化的记忆。那我们的设计主题算是以老东西，还有旧式的生活形态、老派的思想还有礼仪做我们的发想。但我们不只是要去守旧这个老东西，我们还要就是保留他们的老东西智慧的概念，然后将一些不符合现在需求的物品，针对它的特色来加以设计还有创新，然后融入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生活。那我们希望可以用老式的温暖，还有现代的线条来呈现。然后我们关键字是记忆、生活、经验、简约，还有环保。那这是我们的时程表，就我们大概分为四个阶段。那在初步构思期，我们希望可以发展我们的文案，然后还有设计品牌 logo， 还有一些系列商品的故事。然后还希望可以有商品的试做，还有釉料的试色。那在进阶设计期，我们希望可以把设计的主线样式就是设计出来，然后还有一些平面小卡的设计草稿，还有包装的设计。那在品牌试营运期间，我们希望就是品牌试营运跟品牌行销，希望是可以商品在比较稳定的时候才开始，就是像一些粉丝的页面建立啊，还有一些市集的摆摊跟商品的量产要出货。那这边举了一个案例分析，就是其实它跟我们要做的其实很像，它是吴孝儒设计师他在2009年以台湾板德的文化制作出一套，就是他用就是那种塑胶碗筷为概念的薄胎陶瓷。那我们希望可以制作的其实是比较像这一张图所呈现出来的，就是我们希望我们可能一样是用一个塑胶的容器来做我们的设计对象，可是我们就是把它的原型就是用灌模的方式灌出来之后，我们再针对它的
实用性，然后再针对它的一些使用方法，再加以就是在颜色或者是材质，还有它的形式上面做一些改变变化。然后我们人员分配就是黄玉婷主要负责的是图文编辑，林君荣主要负责市场开发，赖志婷主要是行销企划，朱慧轩主要是平面设计，唐继婷主要是产品规划。谢谢大家。教我的事。然后我想做的是一本关于流浪动物生命教育的图文书，用文字和图画写接触动保自身经验，然后对我人生带来改变。然后当然就是要表达尊重生命的基本原则。然后我想要讲一下，就是我会想要做这个的背景，是因为就是我们现在台湾就是有很多的流浪动物，可是我们的动保法没有保护流浪动物。然后民间团体在做 TNR， 可是政府说我们违法。然后品种犬买卖、收容所爆满，还有安乐死不安乐这些东西，然后这些东西其实是很难扭转、很难去扭转的现况。